企业级数据分析智能体交付的不是一条 SQL， 而是一条可理解、可约束、可验证的决策证据链。老板在群里问上个月华东业绩怎么样，智能体很快答 1.8 亿元，财务说不对，应该是 1.3 亿元。销售又说华东还漏了2个大区。3个人查的可能是同一批数据，问题不一定出在 SQL 写错，而是业绩到底算成交总额还是确认收入，上个月是自然月还是财务账期，华东又包含哪些省份，这些词没先说清， SQL 跑得再快，答案也只是看起来很像答案。所以先记住一句话，模型负责处理模糊问题，系统负责处理确定性。模型可以理解人话，发现歧义，规划下一步，金额汇总，行列过滤，权限判断， SQL 执行和审计留痕必须交给规则、数据库和代码。先拿走第一个落地动作，在接模型之前，把高频指标写成可执行定义，比如确认收入用哪些字段算，订单满足什么状态才计入，区域按哪份主数据划分。这个层叫语义层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企业数据的统一词典加一份计算说明书。用户问华东业绩同比下降的原因时，智能体不该直接拼一大段 SQL， 他先把问题翻成看什么指标，看哪个时间段，按哪些省份算，要比较什么，再从哪些维度找原因。语义层先把业务黑化，变成受约束的积木，后面的查询才是在执行业务定义，不是在替业务猜答案。第二层是执行和安全，即使口径对了，模型仍可能编出不存在的字段，也可能把2个不能直接关联的表连在一起。更隐蔽的是，数据库返回100，模型在总结时写成200，可靠系统不追求模型永不犯错，而是在错误进入结论前把它拦住。怎么拦？查询前先查数据目录，确认表和字段真的存在；执行前先查计划，把全表扫描、写操作和敏感访问挡住；执行时放进只读沙箱，限制时长、扫描量和工具权限；输出时把关键数字直接绑定计算结果，并保留指标口径、查询记录和数据时间。读者点开为什么是这个数，应当能一路追回原始结果。接着是权限，同一句查询公司平均薪资、人力负责人、部门经理和实习生，本来就该看到不同结果，不能先让智能体用一个万能账号把保险柜打开，再靠提示词要求他别乱拿。正确顺序是智能体带着当前用户身份去查询，让数据层决定哪些层、哪些列可见，再按身份自动脱敏，并留下审计记录。这就是第2个落地动作。权限边界长在数据层，不长在提示词里。提示词可以影响模型，但它不能替代行列权限，也不能替代高风险操作的人工确认。最后一层是评估，智能体上线后，使用人数和对话次数只能说明有人在用，不能说明他答得对。团队要能区分这次错在理解、口径、查询、权限，还是最后总结模型、提示词或语义定义改了之后，昨天能答对的问题，今天有没有退步。所以需要一小套固定题库，保存高频问题、标准口径、允许范围和预期结果，需要全链路运行记录，看到计划、工具调用、查询耗时和失败点，还要把用户标记为不准确的案例，送回修复队列。修完以后再放回题库做回归测试。评估不是给模型打总分，而是把哪里错、为什么错、改完有没有更好连成闭环。如果你准备落地，别一开始就做万能分析师，先选一个边界清楚的数据域，比如销售经营分析，先跑通一批高频问题，起步可以是20到50个，但具体数量要看数据域复杂度和团队维护能力，不是一条固定门槛。再逐步加入归因、预测和更复杂的工具，范围小不是能力弱，而是让口径、权限和评估能被真正管住。最后给负责人5个问题：每个指标有没有唯一的可执行定义？智能体是不是带着当前用户身份访问数据？每个关键数字能不能追到查询结果和口径？出错时能不能定位是理解、执行、权限还是总结的问题？模型升级前有没有真实业务题库做回归测试？这5个问题答不清，再漂亮的聊天界面也只是演示。让语义层规定怎么算，让数据层规定谁能看，让执行链路守住数字，让评估层持续验证，这样数据分析智能体才能进入企业决策流程，而不是偶尔答对几道题的聊天工具。我会把 AI 讲成业务里能用的判断。关注我，点赞收藏，下次继续看。